嗨，欢迎回到正则榕树的课程。如果你还记得上一堂课，我们已经看过了所有这些三件组，我们正尝试弄明白，比如，如果你没有过去的时间，你能否有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现在和未来是否只是相对于过去而存在？这就是现在和未来通过与过去的关系而存在的方式吗？这些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是否只存在于因为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对比呢？而基本上，龙树大师说不是的，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比如现在和未来与过去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会要求当下和未来不得不与过去有所接触，才能有效的对照，那就必须有一些关系，这就进入了敏感的领域，因为这样一来，现在或未来的事物就必须要接触到过去的事物，而这是不可行的，就是行不通。那么现在事物的边缘就必须是过去，并与过去有关系，必须有一个接触点。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例如相信现在和未来的概念是依赖于过去的概念，这很自然，以及我们如何确立事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属于未来、现在或过去，是通过三者的比较来完成的。而龙树大师试图指出的是，这论点是不成立的。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不可能有一个对比，因此时间的概念本身一定是从其他地方来的，而不是通过比较，不是因为比较。他说，你可以把这个想法应用到其他的三件组上，举例善业、恶业、中性的业力。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那是什么呢？哦，最好的、最坏的和中等的品质。另外一个是什么？哦，是的，甚至于一二三都要靠对比，而我们则倾向于相信本来就是有的。举例来说，一二三之间的区别取决于三者的对比，而龙树大师想说的是，这根本不可能。那么，哪怕是时间进展的概念，如果不是通过对比，时间是如何从1点钟走到2点钟，它是从何而来的？而我们将讨论到这一点，我们将看答案。但首先，他向我们承诺了两件事。他将要探讨时间的概念，是来自榕树大师时代的非佛教学派。就像我们谈论现代物理学家如何思考有关时间的问题，而在榕树大师的时代，如果他想要有精彩绝伦的辩论，他会讲述，比方说数任印度哲学学派或其他学派的时间概念。通过探讨他们对时间的观念，我们对时间观念将变得更加清晰。榕树大师承诺先进行来自其他传统对于时间的研讨，然后他说，让我们去看看除了中观派以外的其他佛教传统学派对于时间的概念，而他将采用 Nemawa， 指的是功能派的人。他们认为，如果某件事物发生作用，它应该有某种自性存在。比如火是热的，那么这种热能一定是火本身就有的。比如说，火永不会是冷的，不会冻结。我们开始吧。接下来的这一节，也就是第5节，将会呈现另外一所学派的观念。约西元2世纪在印度的另一派传统教义，寄颂如下：当看到 Dags 或关于它的任何变义词，你自然会产生质疑，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把之归属于或称之为某事物，就像你说世界以文字或名称的形式存在，其动词就是 does。任何时候，每当你看到 does，一般是在寄送的结尾，指的是你要如何谈到它，你要如何去运用它，你要如何用这种方式引用它。这里指的是，一般来说都是错误的方式。所以，以下就是现实的辨认情况：一指古印度的其他传统，也许是传统印度教的数人学派，他们来到龙树大师这里说，时间本身就存在，时间不是我们意识所创造，也不是我们的业力种子所创造，甚至不是因为时间之间的对比所创造的。时间本身就存在，时间能够以某种可测量的方式存在，而且这不是相对的。你可以说科学存在于爱因斯坦之前，对不对？牛顿力学也是。时间有特定的定义，为什么？因为时间可以用约定俗成的单位来衡量，时间是以秒、分钟、小时、天、季、年、几十年、几百年来衡量的。我们已经创造了词语和概念来测量时间，因此时间本身确实有某种自身存在，否则它不可能会被称之为毫秒、秒等等。这一些都是你所知道的实际测量。一个小时为60分钟，不是61，也不是59，因此它有某种本来就有的存在。一个小时必须是60分钟，这是约定俗成的，因此它是某种独立的存在。而以下是龙树大师的回应：这 mirroring 是废话，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想一想，时间在转瞬即逝的毫秒中流逝。Capsule 是一个美丽的词，题目你应该来学一下，意指它并没有实质性的存在。Tetsugas 是一个美丽而富有诗意的词，意思是它没有实质性的存在。你无法把握住时间，无法掌握住时间，无法抓牢时间，并将其冻结。时间是无法冻结的，时间就是不能，你无法握住某一毫秒。然后说道：“这就是1毫秒，时间转瞬即逝，它太 uncensored，甚至无法称之为实质性的。时间单位需要人工进行测量，这些测量都需要人为的概念，例如60分钟会是1个小时，而这些都是在你的意识中形成的。你再把事情所有的时间单位大致世纪，终究取决于毫秒，或取决于最短的时间段，而这些都是转瞬即逝的，你无法把握住它们。如果你堆积了无法把握的东西，你最终只得到一个无法把握的大东西。这并不是说你把它们堆在一起就会变得更牢固，因为每一个都是无法定义的，每一个都是无法捕捉的。你无法抓住时间的某一瞬间。当你69岁的时候，你会更了解这一点。然后另一个人说了一些非常漂亮的话，而这些都是非常发人深省的。如果你们有时间，在学习小组或在你自己的冥想中，这些都是很好的话题。这个人说：“现在
这是另一所学派的思想。他们说，时间我们要如何说呢？时间使宇宙的元素力量达成结果。时间使宇宙的元素力量达成结果，因此时间是坚固的。时间对重力、惯性、熵、电磁基本学等等造成影响。时间对宇宙那些元素力量的影响，证明时间必须有某种坚实的存在，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事情。时间原因，今天早上他们宣布，天文学家们第一次看到了一颗恒星的爆炸。在现在的时间里，指的是光线到达我们这里，他们能够第一次观察到一颗恒星的爆炸，即时的。我的意思是，仅仅落后几十亿年。这个人说，这个非佛教的人说，你看，如果时间没有实质性的存在，如果它不是坚实的存在，那么它怎么能导致恒星爆炸呢？一颗恒星在一定的时间内爆炸，时间一到，它就爆炸，一直爆炸，这需要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等一下会提到，时间有一个坚实的存在，因为它可以与固体物体的相位联系起来。你可以说月相，你可以给他们分配时间，而这些都是如此坚实。你分配给他们的时间，满月、半月、凸月、黑月，这些也都必须有一些坚实的存在。那些被承认是人为时间的惯例，如果它们与真实的、自然发生的事件有关，像月相变化一样，它们就有了一些真实的存在，它们有一些坚实的存在，它们与一个变化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然后龙树大师不接受这一点，他说：“不不不，你在尝试指出，比方说月相的变化，你是想说，就在某个时间段内，半月变成了下弦月或者其他名称，你正在半月和下弦月之间制造一个人为的边界。但如果你想一想，在半月变成下弦月的那一刻，这并非可以冻结的事，你无法冻结它。没有哪一点是纯粹的半月，然后在下一个时刻，它成为纯粹的下弦月，总有某种重叠，我们称之为月相，它相继成为下弦月。没有一条坚实的线让你可以说现在是下弦月。你可以说你在网络上搜寻一下，他说月亮将在今天3:05变化月相，可是是哪个3:05、3:05半，还是3:05的1/4？然后是哪个3:05的1/4呢？是3:05的第一个1/4的部分，还是3:05的第二个1/4的部分呢？而这一切，这不是他们一直用"送"这个词，意思是 "thing" 一直可以指向，可以抓取，可被定义的，不能说这是月亮发生变化的瞬间。顺道一提，在佛教哲学中，存在的定义是什么？通过有效感知而觉察的事物。是的，任何能被正确感知觉察到的事物就是存在的。如果它不能被正确感知觉察到，它就并不存在。如果森林中的一棵树倒下了，而那里并没有人，这又如何？总有人在那里，因为佛陀能看到一切。这就是经典的答案。但是，意味着能否以正确的感知确定到那一刻？而龙树大师说不，因为确定意味着抓住，
确定意味着抓住某个点，抓住那一毫秒，但你不能，因为没有这样的事。因此，如果你无法抓住，如果你无法确定那一毫秒的前端和后端，如果你无法确定那一毫秒的前端和后端，那么因为根据佛教中对存在的定义，一毫秒并不存在，因为不存在量，没有正确的感知可以抓住它。也许在这里，抓住是一个好的动词，这是很酷的观点，这是非常酷的观点。如果你连一毫秒的时间都无法确认，那么你打算如何描述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因为这有赖于事情从过去到现在，或从现在到未来所发生变化的一刻。如果没有过去改变成现在的那一点，如果现在从未与过去接触，如果没有可以观察到的接触点，那么时间的划分，就连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人为和任意编造的，而且它们并不真正从自身而存在。酷！我在找一张照片，我真的很喜欢找这些照片，感觉我整天都在做这件事。我妻子都在想我在干嘛。时间就这样飞逝，时光从鸟笼飞逝，你却抓不住它，并无法说这是现在，或者这是过去，或者这是现在转移成过去的时候，它是无法抓牢的。你抓住时，它就已经消失了。我很享受找到这些照片。现在我们到了第二部分，是什么呢？我们讨论了古印度其他学派的时间观念。榕树大师给我们的下一个承诺是什么？是的，我们自己的一些非中观团体怎么想？前面的三个学派如何看？他要把前面三个学派的概念放在一起，阿毗达摩、经部和唯识，这些都称作功能派。他们都相信，如果某事物表现出某种功能，那个事物就是真实的。他说，他们又如何看待时间呢？我们是否能戳穿他们对于时间的观念？榕树大师几乎都在花时间做这样的事情。如果确实有时间这东西，我们来看看。为了你们，顺带提一下，时间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其中第四学派与第一学派认知是一致的，而第二学派与第三学派则不认同。时间是运作的事物这概念，特别是过去或未来，过去做了某事的概念。第二学派不接受，第三学派也不接纳，但阿毗达摩和中观派却接纳，因此这是非常罕见的状况。阿毗达摩认同中观派。现在你要在下一秒说的总是，这出于不同的原因。总之，不说这个了，我们继续。我们来看看润饰。有人说，看，我同意没有不变的时间这回事。就这一点而言，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你可以根据瞬间来设定不同的时间，像过去、现在和未来。你可以用一秒或一个瞬间的概念，并基于此，
你可以人为的从现在把过去分割开来，把现在从未来分割开来。如果我们都同意，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1秒钟或1小时的概念，那我们就可以划分事物了。这发生在3点钟，这发生在4点钟。我们可以使用人为的、由人类所创造的测量方式。我们可以如此描述时间，是可以的。这是3个较低阶学派的思想。然后龙树大师说：“你同意使用的人为时间单位，几秒、分钟。”这很好玩。龙树大师说：“好吧，你想以人为方式测量时间，对吗？”那人说：“是的，我们就这么做吧。”他问：“你想使用什么呢？”他说：“好，就使用分钟和小时，这样如何？”这是另一所学派所说的。然后他说：“可以啊，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现在你们得仔细咀嚼，你们得看看你们是否认同。”但龙树大师说，那些人为的时间单位，这是你所编构出来的，我们都同意按惯例使用，按约定俗成的惯例使用，它们只相对于一个可观测的实体而存在。当你提出这些分钟、小时和天，这只能相对于月相的变化，或是相对于日出和日落所需的时间而言，它只能通过对比可观测的实际的实体而发生，你才可以有个叫做小时或日或月的人为实体。而你所知的月份是基于月相的变化，日则是以日相的变化为基础。在佛教宇宙论中，还有其他测量时间的方法，是以星座的运转为基础的。在佛教的宇宙论中，月球、太阳以及恒星用来测量时间，但这3种选择都取决于一个外部的物质实体因素：月亮、太阳、星星。龙树大师说：“看着，我同意，你可以编构时间单位，但你不也是把它们与这些可观测的外在事物联系起来吗？就像季节与天气的变化有关，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事物。”他说道：“他们不总是这样吗？”然而另一个人反应是：“是的，现在你提及了，我们创造的人为时间测量单位是相对而创造的，它们必须与变化的 mobile 有联系，与外在的运作实体有联系。”然后龙树大师说：“好吧，既然你想要把时间与不自性存在外在可观测的物质实体联系起来，那么与它们相联系的时间也不存在。如果月亮不自性存在，那么你联系到月亮的时间，即人为惯例称之为月份的那个东西，就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它所代表的事物是不真实的。如果罐子不是真实的，那么罐子的绿色就不会是真实的。如果月亮不是真实的，那么月份即以月亮为基础的人为测量，它们要共用一样的性质，那也不会是真实的。这需要龙树大师来证明，月亮是不真实的。好吧，这是另一个故事了。但他说，我们能否在理论上达成一致？如果月亮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月份这个你根据月亮运转而创造的人为测量也不是真实的。如果你创建一个依赖于另一个物体活动的惯例，那么如果另一个物体的活动不是来自其本身的，如果它是你意识所捏造的，是由你的业力种子而来的，难道我们不能说，如果时间是那个物体的一个特征，那么时间也是那样运作的吗？如果时间是月亮的特征，而月亮不是来自于月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基于月亮的时间也是来自于你，而且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衡量标准，没有独立的衡量标准，
所以它并不存在。此外，月亮和月份之间有一个接触点吗？月份是否取决于月亮的运转？是的。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有的。测量月份的概念与月亮有关吗？有。是否有个连接点？是。否则月份将与太阳活动或恒星活动有关，所以必须有一个接触点。那么月亮的哪个部分与月份的哪个部分有接触呢？就这样，这是不可能的。月份不能和月亮联系在一起，因为月亮本身并不与任何东西相联系。非常美，你一定要好好咀嚼这个。顺道一提，你能看到这句话吗？你是否看到一个句子的开头？能显示一下吗？我不知道，我没有检查书名。这是书的最后几句话。他说道：“我在家里写了这个，在丘尼寺院，1747年。但我猜测那是他生命中的晚期。丘尼老师在生命的晚期有一个高峰期，他写了200本书，我认为其中一半是在后10年完成的。他进入闭关状态，说：我得把这个写下来，我得把这个写下来。他们会在我之后把事情搞砸的。我知道这种感觉，他像个疯子一样在工作。他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书，是因为他想，在我之后没有人能够做到。然后蒂姆，你会得到像这样令人沮丧的句子。这整个关于的意思是这整个关于3种时间想法的演示。我在我的论述中谈到了整个内容。月称大师的路中论。他说：嘿，去看看我对月称大师的论释，不是我对龙树大师的论释。我已经写好了整个东西，我已经完成了整个解释。你想要更多这样的内容吗？去读我的另一本书。当你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这有点令人烦躁。我相信，在道德上，我们将不得不去找它，把它剪裁出来，放在附录中。那么，当我们翻译那本书的时候，我们就得再翻译一遍。但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个人一直在做的事情。如果他说我已经在我另一本书里面讲过这个了，我觉得有义务去找到它，把它剪裁出来，放到附录中，并翻译好。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神奇的资料库，由约翰爷爷创建，他是2号爷爷，约翰布莱迪爷爷。耶、如此容易，如此令人开心。在过去，这会需要很多天，但如今你只是坐在我的厨房桌前。我说：嗨，资料库，告诉我。丘尼老师在另一部论释中讲到了关于3种时间的什么，你可以在大约30秒内找到，而且你可以在另外5秒内把它剪裁出来。然后你需要翻译，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非常酷，令人难以相信的酷。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这些混合坚果的书籍是如此珍贵。我有一个例子，我尝试装可爱，这是我一直在做的。图中有一本书和一个钟，而这个想法是，只有相对于外在物体，时间才有意义。这本书有多少年了？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多少年后混合坚果才能翻译出来？多少年后哈索才会成为混合坚果成员并翻译出来？将会有多少年过去？这些年的测量相对于实体书来说才有意义。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时间定义。这本书存在的阶段就在定义时间。约翰布莱迪是什么时候输入的？这是什么时候出版的？这是什么时候免费放到网上的？这些都是对时间的测量所创造出来的。
第二部分，请参考象五经。有没有人猜到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说过，他要在每一章，嘿，这就是龙树大师得到这些想法的地方。他会指回佛陀，他说：“你想知道龙树大师在哪里想出了所有这些时间的概念吗？去看看象五经吧。”这是丘尼老师说的，我很喜欢，因为这意味着龙树大师的思想并非凭空捏造。你在这里读到的来自龙树大师的概念，是他对原版经文的诠释，而且他们总是与一部经有关。在制定章节顺序时，可能有一条线索指出与哪些经有关，但是这样看就太多了。本章的第三个类别会是什么？最后一句，这一章的标题，当用亚洲语言来呈现时，每一章的名称在最后。对时间的审视或调查，我几乎很喜欢“调查”一词，因为龙树大师是一种超额，怎么说呢？超额完成的人，他就是要去调查，他不打算审视而已，他是要挖出来。我称这些为审视很多年了，然后我想到了调查，我就不再用审视了，而用调查。好，下一章，嗯，题目，我们到几点？3:50吗？还有15分钟。我们看这里，人为哦，等等，我不该给你这个。反正丘尼老师试图将这一章与上一章联系起来。第20章节叫做因缘和合。让我看看，我想这里有一个非常有用的范文。还没到。总之，这有个美丽的概念。抱歉，在这一章有个美丽的概念，我想它是叫做 Summer Green。在还没有进入这一章节之前，我希望你能感受到他在说什么。他说时机已经成熟，这件事必须会发生，所有的条件都聚合在一起了。试着让你的意识去到那个特定的时刻，所有必要的缘。以混合坚果为例，负责电子书的人员发送了他的部分，程式师也刚刚完成了应用程式。楼下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在上半天时间进行相关的工作。所有这些因都会吐出一个结果。丘尼老师和龙树大师希望你能试着回想起那个特殊的时间点，当所有必要的因和缘聚合在一起，财务、概念、会计部门、人力资源等等，现在公司可以启动了，明白吗？就像咖啡馆开业之前的那个时刻，厨房建好了，地板也做好了，家具买好了，标志制作好了，美化花园的工作完成了，厕所就在那里，轰隆一声，就快开张了。他想让你想想那一刻，而他称这一章为当所有的东西都聚合在一起的那一刻，就在结果出现之前的那一刻。好吧，把你的意识集中到这上面。现在正是整章结构的重点，准备好了吗？这里是整章的结构。尝试把你的意识放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当你要让某事发生，就像让咖啡馆开张，而所需要的一切都聚合在一起时，当一切都完成了，家具都买了，找到员工了，所有的东西都聚合在一起，把你的意识放在那一刻，这叫做
我那天把这称之为什么来着？圆满的完成，圆满的聚合在一起，圆满的因缘和合。所有的因，所有必须的东西，需要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现在我有个问题给你，这是否发生在结果出来之前呢？是发生在结果出来的时候呢？还是在结果出来之后才怪异的发生？你会一切准备就绪后才开咖啡馆吗？还是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前就开了咖啡馆？还是在一切准备就绪的那一刻开咖啡馆呢？自然而然的，我们都会说什么？你们怎么看？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是的，通常你会说，格西老师，在你要开之前把钱凑齐，不要开了再去找钱，没有这样的事。对了，说到钱，但我很早就接受了陈博士的建议，是30年前的事。我问这位伟大的中国慈善家，你做项目的秘诀是什么？他说，麦，我发起这个项目是在我有了钱之后。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我总想，这不就是这里的故事吗？开咖啡馆是在你得到那个叫什么资金后，而且不能搞砸这笔资金。但龙树大师要求我们考量另两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因缘和合时，结果正在发生呢？或者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在因缘和合时，结果过后才来的呢？能否有某种方式来这样看？哈索已经在那里，混合坚果团队，嘘，不要讲出来，我可以感觉到你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继续。现在有个问题，把你的意识专注在这上面。当你为咖啡馆筹到所有钱，找到所有的设备和员工等等许可证，老天保佑的许可证，当这些都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咖啡馆的开业是否存在？在必要的因缘和合下，开业就在里面吗？在聚合和合上，开业是否存在于开业所需要的全部东西的最终聚合里？开业是否存在那里了？我想按照惯例的话，你会说还没有，或者就快了之类的。开业不在那里，但你开业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了。可是格西老师，从技术上来说，开业并非是开业的条件之一，所以它还没有出现。明白了吗？就像你可以用种子、园丁、阳光、肥料，但还没有开花一样。园丁播种的时候，花是否在那里了呢？我们要研究这种可能性。我们来看看，很好，蒂姆，我什么时候需要停止？3:55，多少时间？10分钟？6分钟？好吧，我只是想跟紧一下。如果咖啡馆的开业是存在于所有原因和条件的最后聚合里，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开咖啡馆呢？都已经开业了，就是那么好玩，非常好玩。那么为什么要开咖啡馆呢？都已经开业了呀。如果咖啡馆的开业存在于最终要求的因缘和合里，那我们就不用开咖啡馆了。但是如果咖啡馆开业并不存在于这特定的因缘之内，那么咖啡馆是怎样能开业吗？你就可以开一家书店或其他什么的，
你看，为什么一家咖啡馆要在所有开咖啡馆所需的因缘具备时开业呢？如果咖啡馆的开业不存在于那最后的因缘和合，因为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咖啡馆的开业不存在于开咖啡馆所需的所有因缘最终的和合上，那么当因缘最终发挥其作用时，它应该会蹦出类似兔子屎之类，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没有东西弹出来？我再说一遍，如果咖啡馆的开业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在咖啡馆开业所需的必要的东西，因缘和合的最后时刻出现，那么当因缘和合时，他们为什么要开一家咖啡馆呢？为什么他们不是打出兔子屎或其他东西？我的意思是，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关联性，没有必要的关联。如果咖啡馆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在最后因缘和合下出现，没有理由解释为何是一家咖啡馆蹦了出来，而不是兔子屎。好的，明白吗？或至少，我想在英语中我们会说，潜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蹦出一个咖啡馆，相对于蹦出兔子屎的潜力更大，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我们继续吧。问题来了，事实上，我刚刚说过了，是的，如果咖啡馆蹦出的结果是在开咖啡馆所需要的因缘最终聚合时，在这前一刻以某种方式存在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开咖啡馆了，因为它已经开好了，而且这就是多余的。他一直在使用多余这个词，在第二个时间几亿毫秒后，开咖啡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里有一张图片，图片好难找，我找不到一张不需要解释的图片。但无论如何，如果西瓜在种子里存在，并且是在一起的，那你为什么要种下种子呢？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把这个叫做西瓜，西瓜是由你现在看到的种子而来的。如果西瓜在它还是种子的时候已经存在，那么还要种子来干嘛？明白了吗？好吧，嗯，假设结果不是以某种方式，甚至作为一种潜力，出现在最后的因缘和合里，那么它就永远不可能成长。我不知道，我迫切的找到了一个苹果，你可以看到苹果的图片，是一个金属苹果，它并不是从什么地方长出来的，明白了吗？有意义吗？如果结果不存在于因缘和合，那么它为什么会创造这个因呢？如果它没有以某种方式联系到最终的因缘和合上，这意味着它预先就已经存在。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个苹果出来？为什么不会有别的东西出来呢？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深的问题，榕树大师不断的回到这个想法上，即如果事物不是来自于你，如果事物是从它自身而来，它们就无法改变，它们也没有缘由要去改变。我再说一遍，榕树大师不断回到这个主题上，你们可以咀嚼一下。如果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不存在于原因里，如果结果是自身就有的存在，那么它就不可能改变。如果某物是自性存在的，它将永远是相同的，因为它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其他事物。如果罐子是自性存在的，那么它就永远不会破裂，或者它永远不可能被制造出来，因为它本身就存在，它不是因为工厂而存在的。
或者说也不是因为我掉了才摔坏的，它只能是一直都是一样的。如果它确实会改变，它就不是自信存在的。就这样，让我看看是不是下课的好地方。很好，是下课的好地方。蒂姆叔叔，好吗？我们会多录影一堂课，谢谢你们。